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本晚清著作，这就是《太平军中备难记》。作者李圭，字小池，江苏南京永丰乡下庄村人。李家为当地大户，自小家境优渥。1860年，李圭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战火中，李圭不幸遭遇家破人亡的惨祸，他本人也被太平军掳走。等他找到机会逃离太平军到达上海时，已经在太平军中的一个搜粮队伍里待了32个月之久。后来在有人的推荐下，李圭在上海青浦的常胜军里当了一名文员，由此结识了后来出任宁波浙江海关副税务司的霍伯逊。1865年，在霍伯逊的推荐下，李圭进入浙江海关担任文读。1876年，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委派，李圭于当年5月乘船从上海出发，经横滨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，并于当年6月下旬到达费城，参加了美国建国100周年博览会。然后他又前往华盛顿、纽约等地考察。接着，李圭又乘船渡过大西洋，抵达英国伦敦、法国巴黎等地考察，最后越过地中海，经新加坡回到上海。这次考察历时8个月，行程82000余里，成为中国近代环游地球的第一人。回国后，李圭将在美欧期间的考察见闻写成《环游地球新录》一书，详细记述了美欧的工业成果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，还系统介绍了美国的邮政制度，建议开办中国的近代邮政。他的见解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的称赞，欣然为李圭的新书作序。1885年，在上海海关税务司葛贤礼的主持下，李圭将英文版《香港邮政指南》翻译成汉语，同时又撰写了《印拟邮政局寄信条规》，对10几种邮件的规格、特征、资费等做了详细的规定，首次提出了明信片的译名，通过改造香港邮资片，设计出标注有大清国及邮政局明信片字样的样片，奠定了中国明信片的雏形。1897年10月1日，大清邮政首枚邮资明信片发行，邮资图下印着邮政明信片5个字。从此，明信片这个词开始出现在国内的报刊杂志和文献中，并在国人的口语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。只有像李圭这样的中西文化素养深厚的清末知识分子，才能将 postcard 的实际特征与含义准确表述，历史性的创意出明信片这个至今仍旧无可替代的概念。李圭并非科举出身，身处积贫积弱的动荡时代，却奋发自强，经世作为，有功于国家和社会。后经薛福成推荐，于1893年离开宁波，出任浙江海宁州知州。下面让我们回到李圭的著作，本期视频的主题：太平军中备难记。前言：本书原名《思痛记》，是江陵李小池先生所著。原书在清朝光绪5年刊印出版，当时正值所谓中兴时期，朝廷对文字审查极为严格，行文遣词的顾忌很多，所以书中记载的内容也多有失真。如今我辗转从朋友处得到了李先生的手书原稿，立即复印，公诸于世，以保存信史。原稿对当时太平军与清军两方面的情况均据实直书，毫无偏袒。但最早的初刊本却严重失实，对太平军极尽诋毁，不留情面。一旦涉及清军，要么避而不谈，要么全部删去。因此，看初刊本的读者只知道太平军的残忍，却不知道清军的残忍更是超过了太平军，实在令人感叹。本书完全依照原稿刊印，凡是被初刊本篡改的地方均予以更正，凡是被删去的部分也均予以增补，不敢有一字一句的增删，以求保持原貌，彰显公道，并告慰作者的遗愿于九泉之下。原稿分为上下2卷，注释极多，但初刊本中十之有9被删去。经过两相对照和校订，恍然发现那些被删掉的部分全是触犯当时忌讳的语句。本书依照原稿增加了这些内容。至于本书中偶有引用的其他文献记载，既可以与本书内容相互印证，还可以补充其中未尽周详之处，并且书中在收录这些记载时将会加上暗语说明。关于太平军这场战事，前清官方的史料记载全不可靠，即使是私人著述也都是贬低对方，美化己方，以求迎合朝廷的嗜好。至于那些敢说真话、秉笔直书的史家著作，又因顾虑太多，宁愿藏之名山也不敢公开发表。况且这类记载多半是道听途说，侧重于技术事件的经过，而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、文化器物、官职体系、朝廷礼仪等内容都缺乏记载。殊不知太平军初期虽属草创阶段，但是后来定都金陵后，朝中人才济济，大半都是英杰之士。
既有萧何般博学的文臣，也有叔孙通般多才的谋士，各项规章制度井然有序，颇多可取之处。本书虽未能详尽收录太平天国的官制与规则，但信手记述的内容已颇为可观，虽是零星片段，已然足窥全报。这正是本书的特色所在，也是其他书籍难以企及之处。或许这正是那些注重历史掌故的读者乐于看到的吧。至于太平军中的领袖人物，他们都是西教信徒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但本书所记载的太平军祈祷仪式，却与西教有很大的不同。想必是太平君臣在起事之前，就已经对仪式进行了变通和改动。从中也可以看出，洪秀全等人在田间农耕之时，就已经胸怀大志，而且可以窥见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格局理念。本书收录了大量太平军中通用的各种暗语，如果没有注释，读者势必难以理解。现在依照原稿全部保留，以便读者查阅。特此说明，还望诸位读者明鉴，跑起志。原序：人必须能够不被祸福生死所动摇，才能从容应对患难，又必须意志坚定，审时度势，不轻举妄动，才能最终脱离困境，甚至还能有所作为。这样的人岂是智勇双全、光明磊落，让人不可亲近的人能做到的？金陵李小池先生，人们都认为他智勇双全、光明磊落，却让人难以亲近。我认为并非如此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他虚心好学，不以虚浮的世故标准对人，怎么能说是不可亲近呢？仔细想想，正是因为他不以世故标准待人，才会被人误认为他不可亲近，这实在是令人感慨。李军曾经身陷贼寇军中，长达32个月，经历过极其凶险的情景，也遇见过世俗所谓的极欢乐的事情，但他始终坚守道义，不为所动，最终得以保全自身，逃离了险境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救别人于险境之中，使人免遭刀斧屠杀，帮助自己的兄弟先行脱险回乡，做事就像庖丁解牛，游刃有余般从容。而他当时才20出头，恐怕那些所谓智勇双全、光明磊落的人，也未必能做到如此。我和李军相识于丁丑年春天，他刚刚完成环球83000里的旅程归来，并有所著述。与他交谈时，见他非常谦虚而不自满。当时我漂泊在荒江之滨，行事极为笨拙，见识极其浅陋，但是李军毫不嫌弃，屡次向我请教。我真没想到这样的偶然相遇，竟能结识李军这样的朋友，这样的情谊岂是常有的事情。今年秋天，他拿出《思痛记》给我看，这本书详细记述了他在庚申年3月全家遭难，直到壬戌年秋天才从虎穴中逃出的经过。我仔细读完，不禁感叹，自道光庚戌年岳匪起事，到同治乙丑年才被平定，历时16年，波及16个省，被攻陷的州府县多达600余个，落入岳匪手中的百姓当数以亿计，那些闪烁的灵火、纵横的朽骨，以及被烧成灰烬、熔成汁水的冤魂，更是不计其数。而侥幸幸存苟活的人同样数不胜数，但如今痛定思痛之后，还能将这段往事娓娓道来的人，却已经寥寥无几了。当匪首强逼李军那刘姓女子为妾时，多方婉言劝说、威胁恐吓，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他竟能始终不为所动，如此坚守道义是何等令人钦佩。他曾将2名生员从险境中救出，并资助他们返乡，又从刀斧下拯救出胡梅差明金，后来还跟他一起逃走了。与陆姓匪首巧妙周旋，化解了他的暴力气焰。临行前，他还留信给众贼，向他们阐明顺逆祸福的道理，劝他们戴罪立功，弃暗投明。如果不是意志坚定，审时度势，不轻举妄动，又怎能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有所作为？又怎能最终脱离险境？李军果真是智勇双全、光明磊落，让人难以企及啊！这本书不只是痛定思痛的感伤，人们不应该仅仅以追忆苦难视之，但李军却不能不以思痛来命名。我希望他能保持身处逆境时的心智，并不断发扬光大，将来取得的成就又岂是今日所能预料的？因此，我写下这些文字作为篇首序言。光绪5年秋8月，仁和高鼎败传于客居宁波时，